大家好，我是妮维。这集影片主要来跟大家分享尼泊尔 ABC 健行的一些攻略。如果还没有看过前面健行系列的影片的人，可以去频道观看。如果你正在考虑去尼泊尔 ABC， 这次会一次整理需要知道的装备、花费、难度，一次整个整理给你。ABC 其实就是 Annapurna Base Camp， 是安纳普尔纳大本营的缩写。安纳普尔纳这座山的主峰高达了8000米，可是基本上在 ABC 这条路线，大家都是到基地营，它的 Base Camp 大概在4130公尺的地方就会停。第一点就是它的风景变化非常的丰富，一整个从绿色到咖啡色，然后再到这种白色的这种场景变化，我觉得很丰富。第二点是它有非常深的茶屋文化，大概你走每1个小时都可以看到一个茶屋，那也就是他们的山屋。茶屋会提供住宿啊，或甚至是洗手间，然后也有一些会贩卖物资，比如说食物、水。那第三点呢，就是雪山环绕的大景，真的是太厉害了，哇！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好漂亮哦。那我们这个行程是从Jinu 来回走了6天5夜，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叫 ACT， 是一个环状的路线。有些人还会再加一个地点叫 Pun Hill， 这个行程通常会到9天，那我们这个行程是只有6天5夜。ABC 的话，整个就要拉到更长的时间，所以 ABC 相对来说是，如果你有时间上考量，比较能够执行的一个健行路线。虽然爬的是6天5夜，但总共其实整个行程加上前后的交通时间，可能会拉到10到11天。那 EBC 的行程会比这个更久。两个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差别是 ，EBC 要在全世界最危险的机场卢卡拉机场搭那个小飞机，如果天气一有不稳定，它就很容易被取消。还有另外一点是 EBC 的海拔直冲5000米，那 ABC 的话是止步在4130。我觉得新手其实是蛮适合 ABC 的，毕竟它沿路的物资补给，甚至是居住环境都非常的舒服跟充足。我觉得如果平常有一定的在锻炼自己的体能的话，其实你可能就可以去了。另外一点是因为尼泊尔他们规定说外国登山客去健行一定要请当地的向导，所以如果有向导在的时候，那个整个风险也是会相对的低很多。一路上他就会跟你讲解整个文化故事，甚至是介绍风景。那向导一天也大概其实就抓个40到50美金就会差不多了。整个行程是拉到12天，可是去徒步旅行只有6天。我们第1天到加德满都的时候，其实比表定的集合时间早1天，因为当地的向导说那个尼泊尔的行李其实有时候会 delay， 所以我们要往前抓1天的预备天。那第1天的行程很简单，我们其实就是从波卡拉机场出发之后，就直接到了登山口的餐厅吃午餐。下午1点半的时候，我们就起登。那个居努有一个很长的大吊桥，向导有时候以前没有这个大吊桥的时候，其实第1天就是很辛苦，你就要翻下去山谷，然后再有点腰绕上去到居努当达我们本来要住的那个茶屋的位置是大概1700海拔。那因为那个吊桥建立了之后，就变得非常的轻松，从1400到1700这个爬升300公尺，第1天就这样子结束了。那第2天从1700要到2300的北部，这一天沿路会经过很多茶屋，前面都是很多的阶梯，然后再来后面会进到丛林，就是我刚刚说的森林感的地方，那边就会比较有一般的途径，走起来会比较舒服。那到这一天到北部也都还是可以吃肉的，然后也还可以洗热水澡。第3天的行程就是从北部到 Durali， 这个的上升概念是大概从2300公尺到3200公尺的一个爬升，因为超过3000公尺了，所以就不会建议大家
在做洗澡的这个动作，因为会怕冲头会头痛啊，那就很容易引起一些高山反应，或是会怕大家着凉。所以我们不只是在本部是最后一次洗澡，也是最后一次吃肉。当地居民可能有些羊肉或是什么的是一些例外，它上面有写，可是它就是不准游客去做讨价还价这件事情，请大家尊重当地的文化。那从本部到 Durrani 的路上，向导有说这一段路会是最长的时间没有茶屋的，可是其实也才2个小时。如果其实大家想要自己带水的话，其实我觉得沿路的水源也都是非常丰沛的，尤其是我们是在11月这个时间去，算是最推荐的月份之一。因为10到11月是算他们的秋天，那天气就会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然后日照金山的机会就会比较高，就是你看到夕阳的机会比较高，不然通常下午2点之后云飘进来，你就没有景了，就要到隔天早上。次选推荐是3到4月春季的时候，大家会去看路上开的花，其实蛮漂亮的，会有点瑞士的感觉。然后向导也有说，请大家绝对的避开6月到9月是他们的雨季，这样天气会很不稳定，那也会影响大家的旅游心情。第4天的话呢，就是会从 Durrani 出发，直接就到 ABC 了，中间会停在 MBC， 就是鱼尾峰的大本营那边吃午餐休息。这个就是直接从3200上到4130了。这一天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的穿搭，一定要洋葱式的装备，因为早晨走在丛林里面的时候，太阳还晒不进来，会非常的冷。可是一走到峡谷，太阳晒进来，可能就是大概10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超级热，而且那时候有大上坡。第5天就是从 ABC 直接踢到本部了，第6天就是再从本部直接踢回登山口。那这个5、6天行程体感上会轻松一点点，因为也是下海拔嘛，所以不会有太多的高山的反应。就是洋葱式穿搭。那洋葱就一层一层，就是包括底层、中层还有你的外壳。那有些人会再带一些短袖做调节上的使用。那最外层通常就是像这种冲锋衣或风雨衣，一定要防风跟防雨。中层的话呢，就是会比较像这种保暖的衣物。最近很流行这种 alpha 材质，就是非常的轻薄，但是又很保暖。像底层通常就是会穿羊毛材质，或是一定要吸湿排汗的。那我们因为这次行程有请当地向导，每一个向导团他们其实都会搭配背夫一个大的背带，大概可以背到10公斤。所以我们这次每天晚上在山屋的时候，你可以带羽绒外套，但我们都很任性的带了这种毛茸茸的很舒服的衣服，都放在那个背负的袋子里面。那行进间呢，其实太阳很大的时候，你就要戴这种鸭舌帽，一定要戴着，因为像 Jenny 就只有戴了毛帽，它一路就非常的热。但是呢，在高海拔的时候也是这个毛帽就是不能忘记，一定要戴着。那我自己还有一个是毛巾帽，就是它其实没有毛帽这么热，然后但又还可以保暖，然后又很舒服。这个戴着睡觉比较没有毛帽这么的紧绷，对我自己来说。另外就是袜子，也是会推荐带一双比较保暖的，在海拔4000的时候睡觉可能会穿到。我们这次鞋子大部分的人都是穿登山鞋，然后但是我是穿越野跑鞋，我觉得非常的 OK。登山杖的话就见仁见智，看你有没有需要。再来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睡袋，虽然其实那个茶屋都会给你被子跟枕头，我觉得其实应该睡起来是非常舒服，因为他们的被子其实都很厚。但如果带自己的睡袋，还是在一些风险管理啊，甚至是保暖的程度上都会比较理想。登山的裤子的话，那就是一般比较吸湿排汗甚至快干的登山裤，那也有女生会喜欢穿 legging。 那像这个行程，因为我们是有跟向导团，所以有背夫，那我们行进间就是小颗的登山攻顶包大小15升其实就够了。再来比较重要的应该是药品的部分，丹木斯、高山症的药，会建议有需要吃的人就在行程前第1天就开始固定吃半颗这样。那肠胃药、感冒药那些也都是带着会比较保险。再
来可能大家也蛮关心网络的部分，我们是出关之后才购买的当地的网卡，那边没有eSIM，然后我们买的是 Nippon Telecom， 就是当地的，有点像当地中华电信那样。我记得很便宜，100GB 好像才10几块美金，所以我们全部人都直接直上100GB， 完全用不完。这次的行程呢，我不是直接找当地的向导旅行团，我是直接从台湾就订了这个 Soul Travel 的行程。这次里面都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朋友，所以玩起来很开心。那这套行程它是整个10天9夜，包括在加德满都的住宿跟到博卡拉的这个飞机，以及最后一天在博卡拉住宿的饭店，跟就是从博卡拉回到加德满都的车程，以及在加德满都的返回之前的那个饭店都是有包括的。这个行程总共如果是透过 Soul Travel 订是43000，然后机票的话我是买了3万块。去尼泊尔，就是从台北出发，在香港转机。我们在山上晚餐是自己付钱，那每一晚的晚餐其实价格也大概400块卢比。那如果说要买 WiFi 那一些100-200块台币都可以解决。如果你当地要买一些纪念品，花费就另外算。我自己是买了大概1000块台币吧，就买了一些丝巾啊、尼泊尔的那些丝绸，然后还有服饰。我觉得如果我还有一次机会可以去 ABC 的话，下次去 ABC 我要搭直升机。我会希望我可以走到 ACT 这个路线，就是环状的，不用通点进出，然后再加上那个 Poon Hill， 就是看看不同方向的景色，我觉得会蛮不错的。而且如果下一次去，我会希望我是3、4月，就是花开的时候去，可能也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圈养的羊群这样子。我这边有个忠告，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真的要稍微锻炼一下体能再去。虽然它新手友善，可是因为它阶梯真的很多，它爬起来其实也真的是会蛮累的。谢谢大家 ，Namaste。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按下 Like、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下次想看我挑战什么样的路线，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谢谢，拜拜，下次见。